一腳踹開門，端着槍衝進去，一頓突，別別好萊塢電影片了。在真實的戰場上，你敢這麼做，推開門的那一瞬間就會被打成篩子。英國 SAS 特種部隊有3大突擊原則：速度、出其不意、火力壓制。真實的 CQB 沒有孤膽英雄，它是步兵戰術裡最殘酷的絞肉機。在交戰距離不到5米、滿是視覺死角的房間裡，誰先犯錯，誰又得死。那麼頂尖特種部隊在進行 CQB 清防時，需要遵守的3條保命鐵律是什麼？第一條鐵律：讓開入口。在戰術學上，門框和走廊拐角被稱為致命漏斗。為什麼？因為只要你打開門，房間裡所有敵人的視線和槍口都會本能地對準這個狹窄的矩形缺口，這個地方就是天然的陷阱。很多新手破門後，習慣性的在門口停頓一下，探頭探腦的觀察，這是致命的。特種部隊的口訣是像水流一樣湧進去，一旦破門，無論你眼前看到了什麼，哪怕你中彈了，你也不能停下檢查傷勢，必須立刻全速的向門的2側移動，讓開入口再處理。因為只要你卡在門口，不僅自己成了活靶子，還會堵死身後隊友的進攻路線，導致整個小隊團滅。你讓開槍口後，友軍才能馬上進行補槍壓制。第2條鐵律：絕不貼牆。不管是電影還是遊戲裡，很多人喜歡後背緊緊貼着牆根走，大錯特錯。貼牆不僅會限制你手臂和武器的活動空間，更致命的是，敵人在拐角處會先看到你的影子和槍管。真正的特戰隊員會與牆壁保持至少1步的距離。為什麼？因為離拐角越遠，你的視野就越開闊。就像你站在馬路中間看拐角，和臉貼在拐角牆上看拐角，前者能看到拐角後面的一大片區域，後者只能看到牆邊的一小條窄縫。特戰隊員在實戰中會端着槍，以拐角為圓心，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向外擴展自己的視野。先看到一小塊牆角，確認安全，再往前邁一小步，再看到一扇窗戶，再邁一小步，看到半個房間，像切披薩一樣，把未知的盲區分成一小塊一小塊，逐塊確認。利用這個夾角優勢，你會發現一個反常識的事實：距離掩體越遠的人，視野就越廣。這就意味着，你能先看到對方肩膀的時候，他連你的衣角都還沒看見。這在戰術上叫做切派。第3條鐵律：管好槍口。在狹小的室內，最大的威脅往往不是敵人，而是身後的隊友走火。在 CQB 中，絕對不允許槍口掃過隊友的身體任何部位。當前面的突擊手遭遇火力下蹲時，身後的隊友必須瞬間完成高低位配合，形成交叉火力。而且在交火時，室內震耳欲聾的噪音会導致耳機裡的無線電根本聽不清。隊友之間靠什麼溝通？靠肉體接觸。後面的隊員緊緊貼着前者的後背，只要肩膀上被用力捏了一下，意思只有一個：我準備好了，衝！規則都講完了，但最難的其實是做決定。純粹的暴力並不是 CQB 的全部。可以想象一個畫面：當你踹開門，肾上腺素飆升到極限，角落裡突然出現一個人影，他手裡拿的是手槍還是手機？是暴徒還是人質？你只有0.1秒的時間做決定，這就是著名的 OODA 循環，也就是觀察、判斷、決策、行動，能夠在極度恐慌和狂躁的槍戰中依然管住自己的食指，完成精準的敌我識別，這才是頂尖特種兵和普通大头兵的本質區別。真實的 CQB 不需要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的莽夫衝進去扣死扳機，需要的是一個配合默契的團隊，在高危環境中步步為營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在玩遊戲突破室內防線的時候，最怕遇到什麼樣的坑爹隊友呢？歡迎在評論區裡討論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